别结了，这个婚都别结了，彩礼正在毁掉这届年轻人的爱情。大家好，我是大王。现在彩礼问题已经成为很多年轻人在结婚之前横亘在他们面前的一座大山。因为彩礼的问题闹出纠纷甚至分手的不在少数。我们来听听这位自己刚结了婚，然后亲戚呢又因为彩礼问题闹得不可开交的这位女士怎么说。我妹前段时间结婚，彩礼要了30万，他俩在一起7年，现在因为彩礼的事情，两个人天天吵架，一家人因为他这个事情五花八门，各种给支招。女方觉得嫁这么大一个宝贝女儿，之前生她养她都不止这30万，男方觉得30万有点多，怕娶个捞女。我当时和我姨说，我说姨差不多得了，能不能过得住才是他俩最重要的事情嘛。我姨说啊，你结了，你可是结好了，你为啥不能替你妹着想着想呢？其实关于彩礼这个话题，在我前段时间结婚，我就很想说这个。对男方家庭来说，彩礼是入门费，不给可能会被骂没诚意。对女方家庭而言，彩礼是安全感，收的少怕以后姑娘嫁过去受委屈。双方都在算经济账，给我的感觉就是甲乙双方开了一个公司，别人家都要彩礼，我们不要，那显得女儿多不值钱呀。然后光彩礼这个事情，双方至少谈了7、80遍。我记得我3个月前结婚，我婆婆一个人来的，我们就吃了2个小时的饭。之前我妈妈和婆婆他们都没有见过面。回家以后，我妈问我说行不行，我说行。第2个月我们俩订了婚。就我感觉这个事情非常简单，结婚它肯定是成年人的事情吧，你要觉得行，那咱就整。不管是男方还是女方，你站出来痛快的说一句话，因为这个时候就需要你自己去做主人呀。你不可能你结了婚以后还得依靠父母去管你吧，因为你要退出第一个家庭，你要2个人组成一个新的家庭，这个事情就不要让父母参与进来太多，真的非常影响2人的感情。你要是觉得不行，那咱也别整那1哭2闹3上吊，因为你这种逼到最后2个人结完婚全是事儿。这时候就有人说了，我跟我对象感情很好，如果彩礼谈不拢，我们只能分手。我们终其一生都是要寻找一个能说话的人，能听你说话，能听懂你说话，愿意听你那些废话的人。就是这个看似无敌简单的事情，在我看来，我觉得要多幸运才可以遇到啊。所以如果你真的遇到了，就真的不要因为钱的事情去2个人吵得不可纠纷，最后分开。他这个东西真的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你想要保障1年的保障还是1辈子的保障？如果你真的是嫁了一个不靠谱的人，就这30万能保你一生吗？如果你真的是嫁了一个很靠谱的人，在婚后你是不是能获得更多啊？所以婚姻它真的不是合伙开公司。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彩礼的本质。其实这个彩礼最后殃及的是小两口的婚后生活质量。先来看一组真实的数据。2024年全国彩礼钱平均值大约为12.27万，江西以接近13万成为全国彩礼最高的省份，福建、天津紧随其后。你别看这个10几万好像不是多大的一笔钱，人一辈子就结一次婚是吧？但对于很多家庭来说，这就是很大的一笔钱呢。而且有的地方因为彩礼的这种攀比，还不止这10几万很多地方几十万上百万的彩礼钱都有就是为了攀比嘛。尤其随着这几年经济的下行，以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遇到过失业的问题，那彩礼的问题就显得格外的突出。大家想想，你们身边人是否有因为彩礼谈崩而分手的这种情况？更让人震惊的是从1996年到2007年，其实那个时候全国的彩礼大多集中在1到3万元之间，就是表达一个意思但从2008年开始，中国的彩礼就开始一路狂飙了，短短15年之内涨幅高达14倍，远远超出了工资和 GDP 的涨幅。这个彩礼表面上看是男方家庭给女方家庭的一笔钱，但实际上这笔钱背后潜藏着一个比较残酷的真相。其实它真正伤害的就是那个刚刚组建的小家庭。因为对于年轻人来说，其实攒钱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从他刚开始工作，肯定起薪不会有很高，我们就按1万块钱来算，1万块钱不低了吧？但是你想，他要吃喝拉撒租房子，那他1年下来，就算他省吃俭用，那这个年轻人如果要靠自己的能力攒下这10多万的彩礼钱，那至少要花个3、4年的时间。那结婚总不能没有婚房吧？那通常都是要付一个首付，那这个首付现在可不是说几万块钱就能解决的这就是更大的一笔钱。所以你看，这个首付的几十万加上这个彩礼的10来万，那这彩礼的10来万往往就是压倒这个男性家庭的最后一根稻草何况婚礼你还要买3金，房子还要装修，买电器，各种地方都要支出。网上就有这么一个例子嘛，
说一个江苏的小情侣，男生呢在苏州工作，月薪有1万出头，女方家要求28.8万的彩礼。男生家里父母呢是普通工薪阶层，为了给儿子买房，已经掏空了积蓄。他的父母啊，辛苦一辈子攒下的钱，已经拿出全部积蓄来帮他买房子交首付了，又接下来还要办婚礼、买3金、房子装修，还要出一大笔钱。那为了最后凑这28.8万的彩礼，男生就四处借钱。最后啊，他跟亲戚们借了10万，跟朋友们借了5万，信用卡透支了8万，剩下还差5.8万，是父母从养老金里面挤出来的。最后终于结婚了，表面上风风光光，但你想他婚后的生活呢？你看每个月1万的工资，要还房贷5000，信用卡和各种借款要还至少3000，那手里就剩2000块。这2个年轻人结婚之后都不敢下馆子，不敢看电影，买件衣服都要犹豫半天。女生想买个200块钱的口红，男生可能都要说等一等吧。女生委屈，男生更委屈啊。他们本该是人生最美好的新婚时光，却因为一个彩礼被债务压得喘不过气来。这就是彩礼的本质啊！表面上是婆家给娘家，实际上最后是小两口一起来背债。你说这个女方她图啥呀？老公如果是借钱给的彩礼，这笔债就是2个人要一起还，每一笔还款都是从小家庭的未来里扣除，本该用来改善生活、养育孩子、实现梦想的钱，现在全都用来填彩礼这个窟窿。而娘家收到这笔彩礼，最好的情况那就是父母留着养老了，将来还能帮衬小两口。但现实往往更残酷，很多家庭呢，彩礼收上来，有的就转手给了儿子做娶媳妇的本钱，或者是儿子已经结婚了，那就补贴儿子那边，姐姐或者妹妹出嫁换来的钱，往往就直接变成了弟弟或者哥哥的结婚费用，或者是补贴他们家用的费用。就算是她是一个独生女，但这笔钱就没有在最值钱的时候用在刀刃上。那你说老两口存这笔钱，假如存了20年之后，通货膨胀因素，你说20-30年之后，他们手里捏着的这点钱还值钱吗？那这种情况下成了什么？女孩就成了家里换钱的工具，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彩礼钱落进娘家的口袋，往往也不会回到小两口的手里了。2个年轻人为了这笔彩礼钱背负债务，缩手缩脚的过日子，而这笔钱却成了娘家另一个男孩的婚礼资本，或者是说成为躺在娘家父母账户里面，随着时间这个购买力不断缩水的一个纸面财富。你说这个彩礼钱从经济效益上来讲合理吗？有的时候啊，对彩礼狮子大开口的背后还隐藏着重男轻女的家庭观念啊。之所以索要那么多彩礼，就是好像感觉这个女儿养了这么大又给了别人家似的。甚至在有的家庭当中，姐姐的任务就是嫁出去换彩礼回来给弟弟做结婚的费用。其实你看现在房价已经跌了这么多，正是成家立业的一个比较好的时机了。把本该用作付彩礼的钱投入到买房上，让首付可以多付一点，负债可以少一点，让小家庭有一个根基，这才是正事儿啊！你看曾经有多少对小情侣给完彩礼后完全买不起房了，就只能眼睁睁看着房价上涨，后悔莫及。现在房价回落了，对于刚需来说，其实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一个机会。有一个调查显示啊，54.93%的女性认为彩礼是男方在婚姻中的承诺和责任，而男性只有20.38%这么认为哈。那我就想问一句了，你说这彩礼真能代表承诺吗？比如在杭州就有这么一个例子，就是女生啊就要求男方给一个比较大额的彩礼，并且表示这笔钱说会以嫁妆的形式带回小家，然后他们家呢还会再出几倍的这个陪嫁。但男方就直接回复说不用跟父母商量，没钱还是分手吧。女生就觉得以这个男方的收入应该不是出不起，即便出不起，好好商量降低也行。但他的态度让人觉得非常冷漠。那真正的爱情应该是什么样子？绝对不是用彩礼来衡量的，这毫无疑问呢，更不是用彩礼体现的那个面子来衡量的。真正的爱情肯定是2个人能够为了小家共同付出，劲儿往一处使的那种感觉。我看到网上一个让人感动的一个女生，她是这么做的哈，她家在江西。按照当地的习俗，彩礼要30多万。大家知道江西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要彩礼的一个地方哈，但他就明确告诉他父母说，我不要彩礼啊，我们2个人自己奋斗。不仅如此啊，他还从娘家拿了10万块钱，说是给小家庭的启动资金。这个男生当时感动的眼泪都快下来了。他说，我这辈子最大的幸运就是遇到了他。
婚后啊，他对这个女生好到什么程度啊？就是家里大事小事都非常尊重女方的意见，然后还把自己的工资卡主动上交了。逢年过节给丈母娘的礼物比给自己妈的还贵重哈。为啥呀？因为他知道这个女生啊是真心为他好，为这个小家好，她不是来索取的，她是来共同建设的。这种女生其实不少，如果大家遇到了，一定要牢牢的抓在手里。反过来看，那些把彩礼看得比天大，其实往往啊，他不是真心为了小家好，或者说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一定是受到了原生家庭的巨大影响。即便你们将来结婚了，后面也会因为这些人生观、价值观的问题不断产生摩擦和意见不合。你看这些人，他们往往在意的就是什么面子啊，是在亲戚朋友面前的攀比啊，还有什么是我女儿值这个价的那种虚荣心。还有一些人啊，说这个要彩礼是出于对婚姻的安全感的一种需求。但你想，这个安全感真的是这10几20万的彩礼能给的吗？婚姻是2个新人的融合，真正的安全感来自于2个人的感情基础，来自于共同的价值观，来自于一起面对困难时的互相扶持。如果一个男人真心爱你，他会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中体现出来，而不是靠一笔彩礼来证明。而男人往往又能够从你对彩礼的，也就是女方对彩礼的态度上，能够判断这个女方对小家对这个男方是真心的还是为了图财。如果你的未婚妻反对娘家要彩礼，甚至主动从娘家往小家里拿钱，这样的女生往往会非常打动男生，会认为啊这个女生值得对他一辈子好，因为他看重的根本不是说眼前的利益，而是2个人的未来。真正成熟的感情啊，就是把我们放在第一位，而不是说我家就是我娘家或者是你家放在第一位。为了小家的幸福，可以跟自己的父母据理力争的，而不是一味做传声筒，把压力转嫁给对方的。那这样的另一半，无论从认知上还是感情上，都值得你特别珍惜。说完年轻人，我们来说说父母这一辈哈。很多父母啊，尤其是女方的父母啊，就把彩礼看得比较重。一方面是传统观念的影响，觉得女儿出嫁必须要彩礼，不然在亲戚面前抬不起头。另一方面，可能啊也是出于对女儿未来的担心，觉得多要点彩礼，那万一女儿将来的婚姻出现一点问题，那女儿将来有一个经济方面的保障。但事实往往恰恰相反，彩礼要的越高，婆家人心里的疙瘩就越大。比如我们家为了娶你花了这么多钱，这句话就可能成为未来婆媳矛盾的导火索。不只是婆媳之间会有疙瘩，在2个新人之间，他心里也会有疙瘩呀，觉得你要这么多钱啊，你考不考虑我们家的问题啊？所以多要彩礼不仅可能不会保障女儿的婚姻，反而会让她的婚姻充满了不确定性。真正爱女儿就应该为她的小家庭考虑，而不是只盯着眼前这笔钱。现在你看2个年轻人正处于建立小家庭的初级阶段，这个时候不仅不应该要彩礼，反而应该帮他们一把。2024年、2025年房价持续下跌，很多城市的房价已经回落到10几年前的水平了。现在正是年轻人买房的一个好时机啊！你想，作为父母啊，如果有能力，应该帮助孩子抓住这个机会，在所在的城市站稳脚跟。比如网上有这么一对浙江的父母，女儿呢要结婚了，按照当地的习俗，男方给了18万的彩礼，但这对娘家的父母做了一个决定，不仅把18万全部还给小两口，自己还添了12万，凑够30万给孩子们做购房首付的一部分。他们说，你看我们要这个钱干啥呀？我们有退休金够花了，这些钱给孩子，让他们早点买房，比什么都强。你们看现在房价跌了，多好的机会啊！等将来房价再涨上去，那孩子们想买都买不起了。后来这小两口在杭州啊，这个房价不低的地方就买了房。虽然这个房价后来又有一些下跌，但至少他们有了自己的家，也是很开心的。逢年过节回去，对这对老人也是感恩戴德的哈。婆媳关系、翁婿关系啊都非常和睦。我估计再往后20年，他们回忆起来，无论是小两口还是这对娘家的父母，他们自己都会庆幸当年的决定，因为他们把钱用在刀刃上，帮助孩子建立了真正的家。反过来看那些为了彩礼闹得不可开交的家庭，你看结果往往是啥？轻则小两口背负沉重债务，婚后生活质量下降啊；重则多年感情一朝散，值得吗？那作为父辈，应该明白一个道理：彩礼的本意是取得好彩头和表达心意。如今啊，这种因为种种原因成为了一种陋习。有人说，那老家的亲戚指指点点都在攀比彩礼，这个压力太大呀。如果你要实在拗不过亲戚的指指点点，教你们2招。第一招啊，
懒得废话，你就直接说给了200万彩礼，哎，看他们还有什么好说的。第二招啊，就是好好的跟亲戚讲讲道理。你看2个新人正是建立小家庭的初级阶段，这个时候要彩礼是在帮他们还是害他们呀？你们可以算一笔账，现在让孩子借20万给彩礼，这20万按5%的利息算，1年就是1万块。如果这20万用来付房子的首付，按照现在的这个房贷利率，可以撬动80万到100万的贷款买一套房子，或者是说他们本来已经准备了钱去买房子，那么这个房子他就可以贷款少一点，或者买的更大一点，有一个更舒适的家。所以你看哪个更划算？一个是为了面子让孩子背债，一个是为了孩子的未来帮他们建家。任何一个明白人都应该知道怎么选。彩礼本来是一个充满美好寓意的传统，象征着2个家庭的连接和祝福，但在金钱至上的今天，它已经变味了，成了衡量爱情的标尺一样，成了压垮一些年轻人的大山。爱情啊，不是买卖，婚姻不是交易。如果2个人真心相爱，彩礼多少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是否愿意为了这个家共同努力。如果你遇到了一个愿意跟你共同奋斗、不计较得失的伴侣，请好好珍惜，这样的人比任何金钱都要珍贵。如果你是父母，请为孩子的长远考虑，不要让传统的枷锁困住他们的幸福。对于那些还想不开的人，我建议你往20年后看。20年后，如果你回首，你看看那些在彩礼上斤斤计较的人，是不是会发现自己错失了多少？而那些把钱用在对的地方的人，收获的是一个和睦幸福的家庭。对待彩礼的态度可以毁掉爱情，也可以成全爱情，让你看到更真实的他。本期就讲完了，下期再见。